一个凶手死亡10年后，却还能连杀害数十名少女。 蹂躏致死，把尸体随意丢弃到野外。凶手的作案手法环环相扣，逻辑缜密。被害者的尸体已经被破坏得面目全非。影片开始计时高能，两个老汉清晨正在遛狗时，一股滂臭气味贯穿了狗子的鼻腔。小狗急忙拎着老头跑近一看，发现管道内藏着一具被包裹的腐败女尸。警察接到报警后，迅速带回尸体进行检验。尸检的法医为此也感到十分震惊。被害者双手双脚被铁丝牢牢捆绑，发现死者生前肯定 受到变态般的折磨，眼睛、鼻子、五官全遭到破坏。验尸发现下体已经遭到严重撕裂，但奇怪的是，下体并没有发现性侵痕迹。案件一出，笼罩了整个印度。警方抓捕数十名嫌疑人进行严刑拷打、严刑逼供，却毫无线索。警局上下对此束手无策。警察阿郎推测，凶手有严重的变态反社会人格。直到第二个女孩失踪，这时一个电话突然打来，报警称自己的女儿出门遛狗时，狗回来了，人却不见了。狗脖子还吊着一个奇怪的礼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是一个诡异的芭比娃娃头。阿郎经过收集的照片分析，发现芭比娃娃的脸部居然跟被害者的死状一模一样。这样看来，凶手是要制造连环杀人案。他立马回到警局进行报告。阿郎建议上司顺着女孩的失踪地点进行大范围搜查。இது 2 நாளைக்கு முன்னாடி காண போன அமுதாவோட போட்டோ. 2 பேருக்குள்ள ஒற்றுமைன்னு பார்த்தா 2 பேரும் 15 வயசு ஸ்கூல் ஸ்டூடெண்ட்ஸ் ஸ்கூல்ல இருந்து வீட்டுக்கு போகும்போது கடத்தப்பட்டிருக்காங்க. இது சமயத்தை கிட்னாப் பண்ண 2 நாள் கழிச்சு புதர்ல அவ பாடி கிடைச்சப்போ எடுத்த போட்டோ. இது 2 நாளைக்கு முன்னாடி அமுதாவை கடத்தினப்போ ஸ்பாட்ல கிடைச்ச பொம்மை தலையோட போட்டோ. இப்போ பாருங்க மேம், சமயத்தோட தலைமுடி பிடிங்கி எடுத்திருக்கிற மாதிரியே இந்த பொம்மையோட தலைமுடி பிடிங்கி எடுத்திருக்கு。他根据被害者的时间推断，凶手很有可能会在2天后将尸体抛弃在公共场所。 但是上司直接否决了他的提议。上司认为这2起案件不是同一人所为，原因是第一位被害者并没有收到过装有娃娃的礼盒。然而第2天就让上司哑口无言。第2个失踪女孩的尸体就在河边的一个大钟里发现，死状也是跟第1位一模一样，也是塑料袋进行包裹着，而且伤口的位置也跟芭比娃娃类似，就连脸部的疤痕都复刻的一模一样。经过尸检之后，阿郎更确定了此案件就是连环杀人案。但有疑问的是，第1位死者并没有收到礼盒。阿郎赶紧从第1位死者的学校开始调查。 经过询问他的同班同学，死者的生活轨迹非常简单。唯一奇怪的是，女孩失踪当天收到了一个奇怪礼盒，女孩并不知道是谁寄来的。很显然，2起案件的凶手就是同一人所为。目前，芭比娃娃是唯一的线索。为了调查娃娃的来源，询问周边的所有商店，2人找了一下午，就找到了一个似乎类似的。但店长说，这个娃娃已经是旧款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买过。唯一的线索由此中断。凶手是随机杀人。 如果不及时找出来，恐怕会涉及更多人受害。由于凶手杀人之后喜欢被关注的感觉，此时阿郎灵机一动，他建议局长向外封锁案情，目的是让凶手断掉警方的调查进展。 因此可以打压凶手的虚荣心，让凶手达不到目的。随后，警方找了其他尸体让家属确认，结果肯定是不认识，因此也达到了隐藏真实情况的目的。尽管警察在学校周围布置了所有警员勘查，可没料到狡猾的凶手还是得逞了。没过几天，就收到第3个女孩失踪的消息。根据老师给的消息，当时女孩放学时搭了一辆3轮车，但是记不清那个人的长相。阿郎只能带着老师到处寻找。 光凭着找3轮车，打眼一看这么多无从查起，能找到凶手无疑是大海捞针。经过2天之后，警局接到报案，女孩的尸体在一辆垃圾车内发现。阿郎收到消息后，拦住一辆3轮车，赶回案发现场。就在这时，老师突然来了电话，说想起了当时的情景，或许3轮车的司机就是女孩尸前最后接触到的人。 失踪女孩乘坐的3轮车后面有一个红色图案。话刚说完，一看，刚离开的3轮车后面就印有此图案。于是阿郎急忙地跑过去进行追赶。他借着超近道跑上去拦下车，接着把这个嫌疑人带回了警局。经过严刑拷打之后，以为真相就要水落石出了，得知只不过是受人所托，让女孩上车是别人叫他干的，自己只是拿钱办事。阿郎得知情况，立马带人前往凶手家中。进入房间后却空无一人。经过寻找，只发现被害者的书包，接着找到了部分娃娃的残肢，墙上却挂着一张熟悉的照片。那么这个照片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无疑。这时候阿郎更慌了，这个男人正是他女儿的老师。作为女校为数不多的一个男老师，经常以课后的名义留下女学生，经常惩罚女学生，借此逼她满足自己的私欲。危急时刻，还好阿郎及时赶到现场，便送了他断子绝孙棍。到了医院之后，知道自己被捕。经过询问得知，老师只承认有猥亵学生，但是自己从来没有杀过人。那天他确实带了女孩回来，准备在水里下药时，
恰好被女孩发现，自己再次追了出来。女孩已经消失不见，只看到上面放着一个小盒子，但警方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。警方断定他只是想摆脱法律惩罚的借口，所有证据表明他就是真凶，以为案件就此告破。大家都为该案件庆祝。就在当晚交接班之时，老师持枪挟持了一个警员。没想到的是，阿郎早就进了电梯里将他击毙。他终于紧松了一口气。这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原本在家庆祝的侄女莫名其妙的不见了，而院子的围墙上面又再次出现了奇怪礼盒。阿郎顿时感到不妙，难道老师不是真的凶手？他急忙赶回家查看监控，发现侄女失踪前在跟某人说话。由于视野盲角，监控里看不到这个人。根据隔壁的小王说，当时女孩上了一辆面包车，目前只了解到是一个女人跟面包车，却依然找不到这个人。好在2天过后并没有出现命案消息。这天阿郎在侄女家附近寻找线索，就在这时突然发现姐夫的小车后备箱外面压着一个塑料袋，结果打开一看，没想到侄女就在后备箱里。阿郎也无比的绝望，姐夫见到这一刻逐渐崩溃，知道实情后故作坚强隐瞒妻子。阿郎也十分悲痛，姐夫让阿郎先把车开走。此时此刻他必须振作起来，务必要亲手抓住这个凶手。经过法医尸检，毫无疑问凶手就是同一个人，但此刻却发生变故。他上次击毙的男老师并不是杀人凶手，因此局长对他发出了辞退公告。受到双重打击的他情绪已经失控，在他冷静之后，外甥女无意间给他提供了线索。他突然想到第3名死者身上也带有助听器，或许从里面能找到新线索。阿郎立刻回到停尸房，果然找到了类似的助听器。播放之后，里面确实录下了遇害前的声音。仔细一听，除了女孩的声音之外，还有一段陆陆续续的钢琴声。不过自己听不懂旋律，他去到电台找到一个调音师，希望他们通过声音分析还原，以此来获得更多有用的线索。没一会找到了声音来源出处，这个声音是在某学校内演出活动中出现过。钢琴声是这个学校的一名女老师所演奏，还会利用魔术来活跃现场气氛。经过调查发现，每一个受害者都跟女老师有过交接，这些女学生都在不同时间段都参与过老师的魔术表演，借此来获得女孩的信任。这也就是她能轻而易举地接触被害者。经过了解发现，这2天该老师又参加了活动表演，也有一名女孩桑娜也参加了。目前该女孩还没有受害，因此如果提前保护好桑娜，或许就能找到这个凶手。阿郎及时赶到准备放学的学校，隐蔽地索要到女孩的号码，随后躲在暗中保护。此刻桑娜已经放学，就在关键时刻，一辆大卡车突然挡住了视线，转眼面包车跟女孩已经消失不见。幸好知道了女孩的手机号码进行定位，追踪到了凶手的动向。就在一个路口时，信号突然中断，女孩醒来后发现被绑架，但是凶手并没有马上杀了她，而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弹钢琴。这时她找借口说需要上厕所，桑娜迅速地拨出电话，没想到却被凶手发现了。凶手直接向她冲了过来，还拿着锤子想破门而入。桑娜已经成功拨通了电话，在阿郎的指导下，女孩成功找到了一个窗户准备逃走，可没想到女孩走完一圈后又回到了原来的房间。此时阿郎也来到了附近，女孩机智地踢到桌子发出了声响。当他来到地下室时，凶手已经逃走。他寻找房间的四周，墙上贴了一张照片。根据资料显示，这个女人在狱中已经死了10年之久。最重要的是，她有一个患有衰老症的儿子。年纪轻轻的她却看着像7旬老人一样。每次上学，同学们都嘲笑她，只有一个女生对她平等相待。经过2人长时间的相处，男孩喜欢上了这个活泼善良的苏菲。不过苏菲一直只是把她当成好朋友。为了摆脱她，苏菲将她性功能障碍的秘密说了出去。大家都听到秘密之后，对她进行羞辱。也有一些恶毒的学生一起扒掉她的裤子。面对心爱人的背叛，男孩的自尊心遭到严重打击。之后，男孩的母亲找到苏菲，将她约出来后，把一个礼盒送给了她，并将把女孩残忍杀害。不久之后，母亲被捕，就在监狱中选择了自杀。狱警记得那个女人已经确认死亡，说阿郎一定是看错了，自己顿时也不是特别确定。但是那晚确实没有看清对方的样子，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。那天在学校里表演的确是个老女人。就在这时，狱警打来了电话，说这边有重要情况，让他赶紧过来一趟。就在阿郎赶到之后，狱警已经倒地身亡。他注意到狱警死前翻出了一堆照片，还发现地上的手印是6个。他看到照片上母亲的5指是正常的，对比儿子的照片却是6根手指。这时阿郎顿时明白了一切真相，他的儿子侥幸活了下来。原来目前这个女人正是他儿子假扮的。警察一直找不到凶手的原因，其实就是他用母亲的身份进行作案。由于患有先天性衰老，经过伪装后确实像个老年的女人。
而且10年前被杀害的女生也极有可能是被儿子所杀，母亲也只是去顶罪。他成功逃过警方的追查，来到了女老师的家中。随后，女老师就打来电话求救，表示自己的孙女被抓走了。阿郎赶到现场后，凶手正在挟持着女儿，他准备跟阿郎玩一个魔术游戏。随后，他丢出了一个烟雾弹，阿郎连开了几枪，却什么也打不中。就在迷雾四起时，凶手给他一铁锤。几个回合之后，发现自己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冷静下来，想找到对方的软肋，在魔法的攻击之下，凶手听完后急着发抖，趁他不注意时，阿郎将他挥拳暴摔，积压许久的怒火也让他失去理智，一点机会都不会给他反抗，拳拳到肉，打到他毫无还手之力。至此，案件最终落幕。